夫人，去帮帮他吧，都是苦命人。夫人心善，可您这也快生了啊！去。稳婆，快点儿！侯爷在山下等着呢，雨停了就得赶路。完了，这谁是谁呀？夫人慢点儿，小心脚下。但愿我没有搞错，不然罪过可就大了。夫人，您怎么了？太像了。那个姑娘，去打听打听，她是哪里人？她叫苏珍，13岁时养父母就病逝了，一个人靠着养猪种地过活。去找20年前给我接生的稳婆。夫人，以前给您接生的稳婆找到了，她命在旦夕。什么？夫人，当年是我报错了，苏珍才是您的亲生女儿。我的女儿，夫人小心！娘终于找到你了，跟娘回京城，娘把欠你的全都补偿给你。血相融了，真的是侯府的血脉。从踏进这座侯府的那一刻起，我20年平静的生活就已经彻底结束了。对不起，占据了你20年的人生。义儿，这不怪你，是稳婆的错，你是无辜的。你身怀有孕，不宜动刑伤身，义儿要想开些。是啊，若母亲此次不去青州，你始终是侯府唯一的小姐。好孩子，别哭了，娘永远疼你。倒像是我打扰了这个原本幸福和睦的家庭。饿不饿？娘让厨房给你做了你爱吃的桂花糕。活着的人都无辜，不过80年，命运戏弄，无可奈何，怪不了谁，便只能怪自己没有那个命。阿照来了。哭什么？莫伤了眼睛。阿照，我虽与你定下婚约，可我娶的是名义，我尊重他，爱护他。命运的阴差阳错，并不是他的错。国公府是他的后盾，你若想不开，那便只有苦头吃。你若想得开，我会补偿你。阿照与义儿青梅竹马，这姻缘也要看两个人是否心悦彼此，强求无用。母亲，我从未想要强求。那最好，我知道你是个懂事的孩子。珍儿走，娘带你去换身衣裳。女子要好好护肤，不可风吹日晒。从前苦了你，往后娘来补。珍儿，娘给你相中了一位好公子，家世品貌都是上乘。你听娘说，那几头小猪，此刻无人照看，也不知怎么样了。母亲，我不要婚事，您让我回家养猪吧。那几头家畜不值几两银子，离开青州时，我便送给邻居了。你若那么想念，我便叫人将那几头猪运回京城，让你好生照看。
真儿，你不喜欢侯府的生活？不是。你看这段太好笑了，姑娘也喜欢这个。不识字不算什么，不算什么的。还是明义小姐厉害，能作诗又和，不像这位大字不识几个也能做小姐，连我都比不上。嘘，小声些。夫人，那明义小姐呢？我已派人为她送去翡翠凝脂膏，宫里的贵妃娘娘都只能留一盒。若不是有皇后表姐，我哪能得？是如此珍贵的东西，自然要给明义。你这孩子怎么总是闷闷的？有什么说不出口？好了，此次介绍给你相看的是阿照的弟弟，他今年也20，与你同龄，因为一直驻守边方，故而尚未娶妻，也无妾室。此次回京，倒正好与你相看。我有心目之人，我娶你不过是为了替他了却麻烦。那人是明义。我会娶你，给予你正式地位，一世荣华。只是此后你不能对他再有怨怼，不能对他不轨。若被我发现，我绝不饶你。将军，你不必为了我卑微到如此地步。你说你愿意，却从不问我是否愿意。你有心上人，我也有。你愿意为了心上人舍弃幸福，可我不愿意。我不会去怨恨谁。将军，若您真的认为我心存不轨，想用交易了断我的恶念，便帮我去问问那位名叫王明的小兵尸首何处。若可以，我想为他做一处坟墉。你说不愿意，未必是真心话。慢点跑，别摔着。真儿，你回来了，我正想着你呢。来，叫姨母。姨母。月华锦果真舒适，我拿去做了一件长裙，又为2个孩子一人做一件小衫，倒真好，多谢母亲。那月华锦难得，皇后赏赐了一匹，说是真儿回府，她做表姨母的，要给见面礼。只是我想着，你如今有孕，身子娇贵，更应该用。真儿穿了，也未必穿得出月华层的气韵。真儿，对不住，对不住，郭明义。我方才碰见明义，他眼眶红红，泛着泪花，他是受了委屈。阿锦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是我。母亲说的对，这月华锦即便给了真儿，也未必能体现出皇后姨母的心意。真儿，母亲与明义母女20载，这份情谊不可轻易撼动。感情2个字，从来没有办法强求，我明白，所以我只能接受。真儿小姐，夫人实在愧疚难当。她道，她已经占据了真儿小姐20年人生，不能再亏欠更多了。这衣服您收着吧。拿回去，我不要。朱某，你怎么在这儿？你怎么什么都要，就自私到这种地步？给你补偿还不够，偏要把明义逼到连件衣服都要还给你。是他自己送来，我并不想要。还狡辩！明义敏感心细，若非你表现出难过，他怎会这么做？果然是乡野长大不知礼数的丫头。既然你这么想要明义的东西，我送你的你也不配穿。这动静闹得这样大，侯爷和夫人那边怕
怕是早就听到了。嘘，别说了，主子们可没一个人过来瞧一眼，咱们只管扫干净就是。真儿，等会儿吃完了饭，娘带你出去逛逛街，扯几身新料子做衣服，好不好？好，听母亲的。驸马，马惊了，快躲开啊！好险！好厉害的姑娘！谢谢姐姐。你会马术？京城贵女少有会马术者，你是在何处学的？养父母病逝后，我在青州一处马场做工，主人家良善，愿意教我骑术。姑娘，国公府的郑将军亲自登门，送来了一份厚礼。今日封马之事，多谢你出手制服。那马来自我的军营，若是真伤及人命，我免不了要担上大麻烦。这份谢礼，还望收下。将军客气了。真儿，娘听闻昨儿个郑将军亲自来给你送谢礼了，当真是造化。如今娘也该对你多上上心了。那郑将军可是少年英雄，年纪轻轻就手握重兵。下个月长公主府设宴，皇后娘娘也会参加。她到底是你的亲姨母，说想见一见你。真儿，你可要好好准备，切莫失了礼数。长公主要办什么女子学堂？依我看啊，实在是折腾。读书之事最为艰难刻苦。明义那样聪明又能吃苦的孩子，也只肯学到14岁，其他女子哪比得上她？你哥哥当年便因读书而感到痛苦，可他是男子，往后要考功名，撑起侯府，那是不读也得硬着头皮读。至于女子，何苦遭这个罪？奴婢听闻，长公主这次办学堂，要在世家贵女中挑选第一批学生，先试一试水呢。世家贵女哪个不是娇滴滴的？真要去吃那个苦，没几天就得哭着回来。再说了，女子无才便是德，读那么多书有什么用？到头来还不是要嫁人相夫教子。大字不识，当真能进得去吗？唉，真是瞎折腾。世子爷与世子妃当真是天造地设的一对璧人，连生下的孩子都如此灵气。我的乖宝贝，快让外祖母看看。真儿，到本宫身边来。真儿见过皇后娘娘。你朝气蓬勃，很有活力。母后说的极是，这位表妹瞧着倒像是一棵坚韧的青松。多谢皇后娘娘，多谢长公主殿下盛赞。真儿，你快抱抱他们，跟他们多亲近亲近，你们往后都是一家人。母亲，我身子有些不适，先去一趟净房，去就回。去吧，去吧。别怕，娘在这。究竟是怎么回事？我不是将人交给真儿照看了吗？这儿人呢？温温好端端的，怎么会落水？是你把温温推下去的，孩子都指着你了，你还有什么话好说？我没有。原以为你虽心眼小，可再怎样也不过是对名义有怨，可你居然连对孩子都有怨，
简直狼心狗肺！13岁失去母亲，夜里难过的偷偷掉眼泪，只盼着能在酸尽母亲带着青草香的温暖怀抱。20岁得知亲生母亲尚在，可直到今天，我才终于领悟，所谓的亲生母亲也不过如此。我方才如厕，问问到底是怎么落的水，夫人大可询问她身边的嬷嬷，或者我身边的侍女，大家都在这儿，一问便知。怎么回事？他们怎么吓成这样？不管是国公府还是侯府，这些仆从从来都不是我的人。我的温温啊，你若是有个三长两短，娘也不活了。恶毒的妇人，你若真有怨气，便冲着我来，对一个孩子这样，你当真该死！你瞧瞧你做的好事，你把我们侯府的脸都丢尽了，我怎么会生出你这么个女儿？真是不巧，我今儿一直在凉亭听曲儿，刚好瞧见所有经过。参见贵妃娘娘。本宫瞧得真切，刚才不过是2个孩子在池边嬉戏推搡，一个男娃儿一时失手将女孩带了下去，他年纪小受了惊，话都说不周全，偏有下人顺着他抬手的方向胡乱攀扯，反倒把罪责安到了你们这位刚认回来的真儿小姐头上。娘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不是有意的。好，不哭了。真儿，这是宫里最好的消肿药膏，娘给你送来。今天的事是娘对不住你。真儿，若你还想回青州，母亲会派人送你回去。原来我待在这儿，只是给他们惹了麻烦，让他们这个原本幸福的家变得不像家了。夫人，只是因为我生长于乡野，便生性野蛮，性情恶劣。真儿，你叫我什么？娘不是这个意思，娘只是觉得你在这里过得不开心。夫人，在您眼里，我处处不如名义，可我也想穿华美衣裙，我也想涂脂抹粉，我也想学琴棋书画，做一个博古通今、知书达理的女子。我只是一个养猪女，我不像名义那样有学识，可这是我的错吗？一个养猪女，一辈子就只能养猪吗？真儿，娘不是这个意思，娘只是不想让你受委屈。现在我不想回去了，我要去读书。真儿，你……夫人，我不要回去了，我再也不要被人轻视了。您把我本应得到的重新给我吧。真儿，读书太苦了，你从未启蒙。长公主府的试炼你过不去的。我要去做公主府的学生，我要去读书识字，我也要像哥哥你样。我要看看我这个一无所作之的养猪女究竟能走到哪个地步。好，娘答应你，长公主那儿娘去求。慢点儿，把那几件狐裘也塞进去，还有那盒上好的面纸。夫人，够了。真儿，那学堂设在香山，规矩极严，这一学就是3年。若非节日或要事，是绝不可下山的。山里清苦，娘总怕给你。我自小吃苦，山里再清苦，也苦不过青州。你这孩子，可你如今都20了，3年后你便23了。这京中哪还有23岁未嫁的姑娘？到那时候，你怎么好嫁人？那便不嫁了。母亲在尽力弥补我，她在努力地去扮演一位合格的母亲。虽然这份好不及她给郭明义的1/10，可我也明白，这已经是她能做到的极致了。我就算再如何索取，她也只能做到这样。既然如此，又何必强求？真儿，为何不肯再叫我一声母亲？我也不唤他们父亲、哥哥，
不怪你们，只是20年的日子，我早就一个人走过来了。真儿，姑娘些，是娘错了，真的错了。你便是那日长公主府宴会上的真儿姐姐。听闻你先前一直流落乡野，好端端的侯府千金，竟平白受了20年的苦，当真是可怜。在乡下过活，日子一定很艰难吧？行了，一个个不去温书，倒围在这里打听别人的家事，烦不烦？我就不喜欢那郭明义。你不喜欢他？怎么？你觉得奇怪？他的才学在京城是出了名的，况且旁人都说他性情温和良善，许多人对他推崇备至，甚至真诚交好。哼，我知道。哼，他们私底下不都这么劝你吗？说什么这事儿又怪不得郭明义，要怪只能怪当年那个稳婆，换衣服又非他旨意，何必去迁怒他？道理谁不懂啊？可我就是瞧不上他那一副永远无辜受委屈的模样，我不喜欢他，就是不喜欢。哼，我就是觉得他鸠占鹊巢，却还要占据无辜者的位置，偏偏还做出一副楚楚可怜的模样，让人同情他，倒显得你去恨他怨他都是罪过了。这世上一个人怎么能把所有的好处全占了？其实我的确讨厌他，可每当瞧见那般无辜，我又忍不住觉得自己实在可恶。讨厌他倒像是成了我的错，显得我有多心胸狭隘似的。胡说八道！你凭什么要觉得是自己的错？你想讨厌就讨厌，不喜欢就不必去喜欢。是啊，我讨厌他又怎样？我心胸狭窄又怎样？我本就是个从乡野来的粗人。今日我特意来此是为了向你道歉。那日长公主府宴上，我没有为你发声，是我的错。原来郑将军还记得这件事，我还以为在你们所有人眼里，我这个乡野长大的丫头天生就会做这种恶毒事。是我狭隘了。我总觉得小孩子不会说谎，这些日子我一直在想这件事，总觉得不来跟你说声对不起，心里过不去。道歉就不必了，公主殿下已经还了我清白，事情早就过去了。素贞，我知道你心里还在怪我，我愿意弥补你。弥补？郑将军打算怎么弥补？我会向侯爷提亲，八抬大轿娶你为正妻，保你一世荣华富贵，从今往后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。郑将军，你搞错了，我来香山读书不是为了嫁一个好人家，我想要的尊重我自己会挣。你的婚姻对我来说不是恩赐，是施舍，而我苏贞这辈子最不缺的就是别人的施舍。将军还是请回吧。珍儿，你可听说了？前几日那不可一日的郑大将军在咱们后山窟站了整整大半日呢。是吗？听同窗说他跟丢了魂似的，一直站到暮色细河，山路都瞧不清了才肯下山。他当真不是来找你麻烦的？他的事与我无关，我与他本就只有淡薄如水的交情。倒也是，那种自以为是的家伙站死在那儿才好。走，咱们去客室。珍儿，这都3更天了，你怎么还在这儿？青兰，你先去睡吧，我把这几张字帖临完就回去。你这又是何苦？你白天跟课已经够累了，夜里还这么不要命的熬，身子怎么受得了？我跟你们不同，我的起步比你们晚了整整20年，从识字开始，我就落在了所有人后头。珍儿，我既然进了长公主府的学堂，就不想一辈子被人指着脊梁骨说我只是个什么都不懂的养猪女。我底子差，那我就用10倍、100倍的时间去赶。
姐姐，今儿个日头好，我们正要去后山野餐呢，你快随我们一同去吧。多谢妹妹们的好意，只是我今日还有几篇策论未背完，便不去了。你们玩得开心些。傻丫头，别难过，你1年前连笔都拿不准，如今能顺畅的答完考核，已经比1年前的你优秀太多了。可我还是排在最末。最末又如何？再过1年，你必定会比如今的自己更加优秀，相信我。天哪！你们快看榜首！真儿姐姐，是你的名字，你拔得头筹了！恭喜真儿姐姐，真是不非则已，一飞冲天啊！我就知道你一定能行。真儿，拔了头筹怎么还闷闷不乐的？这可是你做梦都想实现的目标啊！青兰，我自个儿的水灵，我心里最清楚。这3年我拼了命，的确爬到了上游。可若论才学真功，我绝拿不到这第一。你瞧出来了？是童装们心疼我，有心谦让，这才让我全了这桩心愿。这份情谊，我记在心里。此次小考，那青州回来的苏珍得了头筹。哦，那青州回来的苏珍在这次小考里拔得了头筹，快唤她进本宫的厢房，本宫要与她聊聊。臣女苏珍参见长公主殿下。免礼，坐吧。今日叫你来，本宫不与你谈那些死板的诗词歌赋，本宫想和你聊聊这天底下的民生。你从青州来，可还记得10年前的那场瘟疫之灾？臣女一刻也不敢忘，臣女的父母便是因为感染了10年前的那场瘟疫，接连去世的。是我们去得太迟。殿下言重了，天灾无情，非人力可轻易阻挡。不，是朝廷起先根本没当回事。10年前那场瘟疫刚起时，京中只当是寻常风寒，直到后来疫病蔓延，闹得实在凶了，父皇才急了，派了太子亲自过去督办。这疫病竟然人传人！走，快备马，姑要回京面圣。殿下，研制出医治之法了，瘟疫能治了。可那场瘟疫到底牵连周氏甚广，死伤百姓无数。若非公主殿下当年坚守青州，死的人只怕会更多。青州百姓至今都感念殿下的恩德。10年前那场天灾，受苦的不仅是青州。当年朝廷反应迟缓，流民积怨极深，其中一波流民不满朝廷，公然起兵造反。虽说最后被朝廷强行压制，可这天下民生却因此动荡不堪。臣女在青州时，亦曾听闻一些风声，坊间有传闻说成王殿下趁着当年那场动荡，在蜀都趁乱培养了一群私兵。这天下的太平不过是粉饰太平，北有强敌虎视眈眈，而圣朝累立也是千疮百孔。远在蜀地的成王，当年因为夺嫡之争败下阵来，一直对那张龙椅心有不安。臣女在青州当养猪女时，便常听乡里百姓提起殿下的贤名，他们都说殿下有能力有胆识，能多次为陛下献词谋划。贤名有何用？能力又有何用？本宫的能力并不逊于太子，可这世道，本宫到底是个女子，也只能屈居人下，看着那蠢货在东宫指手画脚。
任凭本宫如何运筹帷幄，也抵不过东宫那位平庸无能的太子。只因他是陛下逝去的白月光之子，他的地位便稳固异常，无人能动。不谈这些了，真儿，本宫想问问你，当年青州那场瘟疫过后，你们这些活下来的人是怎样重新建立生活的？是否吃了很多苦？当地的官府又可曾尽力安置抚恤？回殿下，吃苦是必然的。大疫过后，地里荒芜，庄稼全死了，百姓们在灾难过后哭过，也叹息过，可哭完了，日子还得过，大家便只能脚踏实地，重新修屋，重新垦荒，一点点把家园再建起来。虽然过程很苦很累，可没有一个人想要放弃。你在书院苦读了3年，如今小考也拔了头筹，半月后，你便可与那些贵女一同回家了。臣女遵命。真儿小姐，真儿，今日怎么突然回来了？既然赶上了，就一起过来吃个团圆饭吧。来人，家父碗筷。夫人，我下山前是给府里去过书信的。真儿小姐，您这才刚下山，怎么又要收拾包袱？本就不属于我的地方，多待一刻也是多余。真儿，你这是做什么？大半夜的，你背着包袱要去哪儿啊？年初时，护国寺的广安大师前去香山书院宣讲，宣讲完毕后，我跟着他去了一趟护国寺，在佛堂前虔诚叩拜，求得了这枚平安符。你去护国寺？我听闻，当年您生我的时候伤了身子，此后一直孱弱多病。作为女儿，我这么多年不在您身边，也没什么能给您的。为夫人求得这枚符，也算了却了你我之间的一桩尘缘。真儿，你别走，是娘对不起你，你别说这样的话。可保平安辟邪，你身弱，贴身佩戴吧。如今京城局势愈发诡谲，本宫身边缺不得能出谋划策之人。你们3人爹是学堂中的佼佼者，本宫今日便正式聘你们为长公主府的幕僚。承蒙殿下厚爱，臣女定当竭尽所能。愿为殿下效犬马之劳。报！北戎突然大举进犯，攻势极其凶猛，我军防线崩溃，已连失2座城池。北戎进犯，这可如何是好？外患未平，恐有内忧。殿下，蜀地那位只怕要坐不住了。殿下，成王殿下谋反，精锐已经杀到陛下寝殿门外了，咱们快去救驾呀！救什么驾？父皇身边有那么多御林军，姑过去送死吗？殿下，那我们走，快随姑从密枣出城，带上孩子，走。逆贼成王，今日有本宫在，休想入父皇寝殿半步！长公主，你竟敢坏我大事！
长公主殿下有勇有谋，亲斩叛首，救驾立下奇功，真乃大圣之幸。臣幸皆对殿下称赞，陛下重赏长公主。重赏长公主。滕王谋反，太子身为储君，不思救驾，反而龟缩东宫逃命。如此胆小错弱、不孝不义之辈，怎配为人子、为人臣？传朕旨意，废太子贬为庶人，长公主秦王有功，赏万金，赐协理朝政之权。儿臣领旨，谢父皇隆恩。姑才是储君，姑不甘心被那个女人踩在脚底下。郑夫照，你手握重兵，陪姑最后一搏，今夜逼宫，夺回龙椅。末将誓死追随殿下。老东西，把诏书交出来！皇帝，本宫早在此等候多时了。皇姐，逆子啊！来人，将这逆贼拉下去，即刻处死！父皇饶命！父皇！传位诏书，即刻拟旨，立长公主为皇太女，代理国政。一直坚定支持太子的世子郑夫照，终受其牵连，彻底跌入了水深火热的深渊之中。真儿，昭儿虽与太子交好，可太子谋逆一事他并不知情，昭儿怎会谋逆？真儿，你要为义儿想一想，他还拖着3个孩子，若真被连累，他和孩子怎么办？夫人，这是明义的事，与我何干？他的孩子与我何干？你与明义也算是姐妹，真儿，你不愿意相救？不愿。你怪娘，怪义儿？不愿意，就是不愿意。姑娘，大理寺那边传出风声，世子爷郑夫照受了牵连，已被陛下夺官并关入大理寺，隐隐有预备处死的意思。那郭明义呢？世子妃整日流泪，侯府夫人本就体弱，因担忧她的以后，如今生了场重病。好歹是你的母亲，你们有血缘，你忍心见她病重，真是冷血。你母亲就是因为担忧明义才落了病，你若出手帮明义，她的病自然就好了。真儿，你不可自私。侯爷苏锦，怎么你们不出手相救，偏偏要来逼我？因为你们也怕在这个时刻陈情会触发盛怒，会受牵连。你们不敢，却不在乎我会不会被连累。姑娘，世子妃亲自来了，就在殿外候着。让她进来吧。是。世子妃这几日想必去求了公主，求了皇后，也求了父亲母亲，甚至哥哥吧。如今轮到我这里，世子妃心里想必是觉得受了莫大的侮辱吧。真儿，你生来高贵，而我只是个粗鄙的，生来就比你低贱的养猪女，让你去求一个你永远瞧不上、永远比不上的人，当真委屈你了。真儿，你如今是公主身边的红人，你有官职，你在公主面前美言几句，让公主与陛下斡旋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我真的很好奇，为什么你们一个个的都觉得我有能力去救你的丈夫？真儿，你如今在皇太女身边，我再怎么被公主器重，说到底也不过是一个没有根基的小官。你觉得公主会听我的，还是陛下会听我的？我不懂，我什么都不懂。父亲说只要来求你，你就一定会有办法。哥哥也说求你，公婆他们现在自顾不暇，府里里外外都被人看得很紧。我是好不容易才偷偷跑出来的，他们都说找你才能有一线生机。你被公主器重，公主日后是要登基做皇帝的，你去有情，我想你一定有办法，你一
大难临头，他也终究是昏了头，连最基本的朝堂局势都看不清，开始病急乱投医了。明义，你醒醒吧，我没有办法。太子谋逆是株连九族的大罪，郑福照先前便与太子走得极近，交情匪浅，这京城里人人都知，他根本无法洗清自己参与谋逆的罪名。如今人人自危，谁会愚蠢到去趟这趟浑水？姑娘，大理寺那边出结果了，世子爷不，郑福照的命保住了。国公府经营多年，底蕴深厚，想来并非坐以待毙。姑娘说的极是远在边疆的郑富琛将军，听闻府中变故，拼死夺回了被北戎攻占的2座城池。他快马递来一封奏折，称甘愿用此番所有的军功，换取国公府满门的性命。边疆动荡，确实还需郑富真坐镇，且大理寺查了这么久，也并未取得郑福照实际参与谋逆的铁证。陛下的气渐渐消了，自然会顺水推舟，卖他这个面子。不过国公府的爵位到底是保不住，被陛下下旨夺了。如今这京城他们是万万待不下去了。关于此次青州税数的折子，本官以为民生初定，当以休养生息为主。如今的我会马术，知历史，能对朝堂时政发出自己独到的观点，早已不再是多年前那个初入京城满心不安的养猪女。我与当年已判若两人。苏大人，此乃西域特产的玉石，听闻有安神之效。你整日忙于公务，我想着或许对你有益，便送过来了。郑将军，你心悦我，然而你的心里仍然住着明义，对不对？不，她是我的嫂嫂，我对她如今没有半点心思。我心悦的人只有你。你撒谎了，你在欺骗自己。苏真，我对天发誓，他是你喜欢了多年的人，是你捧在掌心不忍亵渎的白月光，你的心里永远有个位置为他保留。我与哥哥明义一同长大，即便我如今已经不再心悦他，他也终究是我的朋友。对，他是你独一无二的朋友，你会给予他无条件的信任与帮助，而之后闯入你生命的女人，都比不上这样一位特殊的朋友。并非这样，苏真，我已给你全部的心。全部的心，而非全部的爱。郑将军，你有一半的爱早已为他奉献出去了。苏真，我……郑将军，您是保家卫国的将军，我敬重您，也请您尊重我，我不要1分为2的爱。其实不只是你，我名义上的父亲、母亲，还有那位哥哥，他们对我的态度是一模一样的。苏真，侯爷和夫人他们到底还是在意你的。在意，在你们眼里，我前半生历经苦难，只是个粗鄙的养猪女，所以你们只要分出一点点稀薄的爱给我，就觉得那是天大的恩赐，好像我这样的人本就只配得上这么一点爱。不是这样的。可你们却会给郭明义全部的爱，在你们看来，我已经有了一点点施舍的爱，就应该感恩戴德，不该有什么不满足。我怎么还能去奢求一份完完整整的爱呢？苏真，你别这样折磨自己。可我就是不要，我即便再弱小再卑微，我也要拥有一个人全部的爱，我绝不要廉价的怜悯。真儿，你还惦记着那位名叫王明的小兵？是。他不过是军中一个籍籍无名的最底层小兵，你就那么惦记他？是啊，他只是一个小兵。
郑将军，他只是一个小兵，我为什么不能惦记他？难道一个小兵就不值得一个女子惦记了吗？我并非此意。在王明面前，我不需要假装完美，也不需要分出一半的爱去妥协。这样一个死去的小兵，给了我全部的尊严与挚爱。将军，也许我以后还会爱上别人，可在我心里，情这个位置，您永远也比不上他。这天底下的说书人，说尽了王侯将相、才子佳人的情爱，在他们眼里，一个农女，一个小兵，是两个无关紧要的蝼蚁。我们这样的人，怎配拥有惊天动地的情爱？在你们看来，如今已经有一位尊贵的将军守在眼前，我怎么还能如此不知好歹，执意去爱慕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兵呢？素贞，我并好像情爱这种尊贵的东西，生来便只属于郭明义与郑夫照那种生来就耀眼鼻目的人。好像这世间的爱，生来便要分个阶级与身份，高贵者配深情，卑微者只配将就。那王明已经逝世，战场之上横尸遍野，朝廷收敛尸骨时，确实早已找不到他的尸身。这荷包是他生前交于他同帮，托他同帮代为保管的。听他同旁说，他生前极度珍视这个荷包。阿明，我带你回家了。大人，自先皇驾崩、新皇登基以来，朝中大事小情都压在您身上。这3年来，您真是一日未曾歇息。陛下委以重任，本官自当鞠躬尽瘁。您为国为民，可侯府那边当真是冷血。这整整3年，他们竟连一次消息、一次问候都没传过来，倒像没您这个人似的。不重要了，本官与他们本就没了瓜葛。大小姐，求您见见老奴吧！大小姐，夫人，卧病在床，快撑不住了。这是夫人的第3封亲笔信，只求您中秋回去吃最后一顿团圆饭吧，求大小姐成全。大人，前2封信您都退了，这回他们竟指使管家来用苦肉计，奴婢这就多派些人手，直接将这管家打出去。不必，大人的意思是？备车，中秋之夜回侯府。大人您当真要回去？难道您还顾念那血缘亲情？亲情，3年前我走的时候就已经死透了。我这次回去是要亲手斩断这最后一丝可笑的血缘牵绊，我要让他们清清楚楚的知道，他们欠我的，这辈子、下辈子都还不清。可算来了，娘好想你。乡下的房子冬冷夏热，蚊子搭的能吃人。郑夫照失了势，每日只知喝醉酒，喝醉了便对我非打即骂。3个孩子无人管教，如今学会了偷鸡摸狗，被村里人指着脊梁骨唾骂。信的最后还写着，他实在过不下去了，求母亲再给他寄500两银子，再求我在长公主面前美言几句，让郑夫照官不原职。珍儿，你看明义过得多苦啊！他是从小在锦衣玉食里长大的，哪里吃过这种苦头？你现在是朝廷的大官了，你帮帮他好不好？算娘求你了，娘给你跪下了。我帮他，那谁来帮我？20年前，在青州的破庙里，你们把我丢在那儿，让我给别人当女儿。我在乡下养猪种地，艰难求生，
13岁就没了养父母，一个人咬牙扛着整个家。冬天我冻得手烂，夏天被太阳晒得整层脱皮，那时候你们在哪儿？我好不容易被接回侯府，你们嫌我粗鄙，嫌我丢尽了你们的脸。皇后赏给我的月华锦被你们轻描淡写的送给了郭明义，还说我这辈子都穿不出月华锦的气宇。那都过去了。过去？那天夜里，我的好哥哥你亲手用剪刀剪碎了我的衣服，指着我的鼻子大骂我是乡野丫头自私自利。还有你，在长公主府的宴会上，你连问都不问一句，就当着京城所有人的面狠狠甩了我一个巴掌。你骂我什么？你骂我狼心狗肺。你们所有人都告诉我，要懂事，要大度，要原谅。可谁原谅过我被偷走的20年？郭明义过不去苦日子，那我过了20年的苦日子，又该找谁去说？陆贞，你怎么跟你母亲说话呢？她毕竟生了你。生了我，却没养我一天。你在你心里，我从来都不是你的女儿，郭明义才是。既然如此，那从今往后，你们就当从没生过我这个女儿。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今日我断发于此，与苏府断绝一切关系，生老病死、婚丧嫁娶，各不相干。真儿，不要啊，真儿，你不能这么绝情。以后不要再派人来打扰我，否则我以御史中丞的身份参你们一个擅闯官邸、骚扰朝廷命官之罪。苏贞，你敢！怎么，还想像当年一样打我？你可以试试。我身后站着的是当今陛下，你动我一根手指头，我让你们苏蜀满门抄斩。夫人，你撑住啊！母亲，真儿，娘错了，娘真的错了，你原谅娘好不好？晚了。真儿，我的真儿啊！这20年来，压在我心头的巨石，今日终于彻底落地了。真儿，苏府那边出事了。你走之后的这些日子，他们当真是遭了报应。说，那日你断发离去后，你那位母亲便一病不起，躺在床上水米不进，说是快到油尽灯枯之境了。母亲并非民意不孝，3个孩子离不开人，实在是走不开，望母亲见谅。明知在乡下过得这样苦，连路费都没有，母亲病重顾不上了，我必须连夜给她送钱去。锦儿她不仅断了另一条腿，还伤了脊椎，从此彻底瘫痪在床了。你那母亲得知苏锦瘫痪后，当天夜里就咽了气。听守着的丫鬟说，她临死前嘴里还有一直喃喃念叨着明义的名字，可直到咽气，她日日盼着的郭明义也没回来看她最后一面。可笑那侯府夫人直到咽气都没能见到她最宝贝、最疼爱的女儿郭明义一面。意料之中，你那父亲侯爷也是一夜白头，他这辈子最看重脸面。如今侯府落魄，他硬是变卖了侯府所有的家产，带着瘫痪在床的苏锦灰溜溜的回了青州乡下，
他们早就成了整个京城的笑柄。最看重脸面的人，却丢尽了脸面，这便是他的报应。哼，更精彩的还在后头呢。那个郭明义拿到苏锦拼了半条命送去的银子后，就再也没有回过一封信。前些日子传出消息，他竟然跟着一个路过的商人跑了。跑了？可不是嘛，他丢下了郑富照和3个孩子，自己逍遥快活去了。郑富照受了这重重打击，如今已经彻底疯了，整日在村里游荡，见人就打。真儿，苏家那些惨事，你听了当真一点波澜也无？你母亲下葬，你当真不去？连你父亲和哥哥离京回乡，你也不去送看一眼吗？他们的生死，他们的悲欢，早在我断发离去的那一晚，就已与我无关了。倒也是，恩怨已清，本该如此。大人，魏姑娘，方才奴婢在后院整理旧物时，翻出了这个箱子，听门房说这是侯府夫人临死前托人送过来的。那柳氏送来的？奴婢粗略瞧了瞧，里面满满当当，全都是夫人的嫁妆，不仅有金银珠宝，底下还压着不少田场地契。大人，这上面写着“吴真真儿亲戚”。抬下去，连同这封信一起烧了。大人，这可是满满一箱的万贯真材，还有地契。烧了。你当真一点也不稀罕？这些东西我不稀罕，我从前最想要的，他们从来都没给过我，现在给了，也晚了。大人，刚收到一封从边关加急送来的信件，送信的人说是郑富琛将军写给您的。真儿，见信如晤。此战大捷，我军已顺利击退北戎，成功收复了北戎3座城池。如今你的名字和贤名早已传遍了整个边关，这里的百姓们都在夸赞，说京城出了一位一心为民的好官。边关的桃花开了，你要不要过来看看？以后，任何来自苏府和郑家的书信，直接烧掉，不必禀报。是，大人，奴婢这就退下。以后凡是那2家的信，奴婢直接在后院烧了，绝不来污了大人的眼。真儿，你如今可是越发有御史大夫的威严了。那些个烂人烂事儿，烧了确实干净。真儿，你看，这天多晴朗。如今你深得长公主，不，如今应当称皇太殿下了。你深得殿下器重，是他最信任的左膀右臂。是啊，这3年来，我走遍了大盛的山川河流，去过农田，治过河道，为百姓们做了许多实事。如今你有了属于自己的宏伟府邸，手下尽是忠心耿耿的下属，身边也有了我们这些志同道合的朋友。青兰，你还记得我刚回京城时的模样吗？自然记得，那时候你小心翼翼，任人欺负，整日眉头紧锁。那个在侯府里寄人篱下的养猪女早就死了，现在的苏珍活成了自己的太阳，再也不需要依附任何人的光。而那些曾经伤害过你、嫌弃过你粗鄙的人，如今都在他们自己选择的泥潭里苦苦挣扎，得到了应有的报应。不错，这就是最好的结局。